2013年初，四川自贡，都是1990年出生的罗艺凯、曾娟这对小青年坠入爱河。罗艺凯开了一家制作和安装铝合金门窗的门市部，收入可观，刚买了房子。曾娟卫校护理专业毕业，是名实习护士。热恋不久，曾娟就怀孕了，在两家家长的催促之下，二人奉子成婚。儿子洛洛出生后，曾娟没有再上班，一心在家带孩子。2015年春节，罗艺凯携妻带子回到老家，母亲汪春莲怀里抱着孙子，心里乐着，嘴上却不忘催促儿子儿媳生二胎。罗艺凯和曾娟考虑到都还年轻，经济条件也不错，便同意了老人的想法。为了督促儿子儿媳造人，春节后汪春莲便来到儿子家。最初婆婆的到来让曾娟很高兴，觉得她能帮助自己照看孩子。可是不久，婆媳矛盾就出现了。汪春莲一直居住在农村，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，不太讲究细节，比如她会把冰箱里的菜塞得一片狼藉，洗过的碗上会留有菜渍。曾娟说过几次也没有效果，只好作罢。但是婆婆坏习惯不改，很快就又做出了一件让曾娟无法容忍的错事。洗衣服时，汪春莲居然将内裤、袜子连同其他衣物一股脑地放进洗衣机。曾娟批评她却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分开洗多费水呀，又费水又费电，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啊。依旧按着自己的方法洗。曾娟气得无奈，只好将自己和罗艺凯的内裤单独挑拣出来，自己用手洗，并对婆婆的到来感到有些不舒服了。婆媳矛盾的焦点最终体现在对孩子的教育上。长期看韩剧的曾娟崇尚国外先进的育儿理念，刚学会走路的洛洛时常会跌倒，汪春莲会立即抱起孩子，边打地板边说，都是地板不好，洛洛不哭。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，曾娟就反感，妈，你这样做就是让孩子误以为错误都是人家的，对培养他的责任感很不利的。按照曾娟的意思，得让孩子哭上一会儿，没人理他，他自然就会自己爬起来。可汪春莲接受不了，认为曾娟不仅冷漠，还对自己的好心鸡蛋里挑骨头。回头曾娟向丈夫诉说了这一切，满以为丈夫会支持自己，帮忙说一说婆婆。不料罗艺凯竟批评曾娟，你能不能心胸别那么狭隘，他是一个老人，你多迁就一下会死啊。曾娟怨恨丈夫的懦弱，更恨婆婆的到来，严重干扰了她和丈夫原本和谐的生活空间。她不便和婆婆吵架，便肆意的和丈夫吵。小两口吵架，难受的总是老人。汪春莲觉得儿媳脾气不好，极为不满。罗艺凯为了生二胎，一心想挣更多的钱，便在生意上投入了比过去更多的精力，更多的时间。汪春莲和曾娟在家，但是两人交流却越来越少。为了避免这种尴尬，也为了给儿子减轻一点负担，汪春莲到一家超市找了一份做保洁员的活儿，每天早上只工作1个多小时，打扫一下停车场，每月就能挣几百块。当吵架成为家常便饭，曾娟才发现一个更加无法容忍的事实。以前每逢节日就会给她送花送礼物的丈夫，再也不给她送东西了。有时曾娟按捺不住，主动要求丈夫陪自己去看电影，罗艺凯也会拒绝。过阵子在网上就可以看，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去电影院看，浪漫又不能当饭吃，况且我的精力也不允许，有那时间我还不如早点睡，白天安装那么多门窗累死我了。早点睡也行。曾娟想象着能和丈夫好好温存一番，可就这一点在曾娟看来属于最基本的生理需求，也让丈夫推三阻四。案发后，罗艺凯这样讲述自己内心的痛苦。
都结婚这么久了，每天晚上都要过夫妻生活，有那个必要吗？我白天干活那么累，一天下来弄得腰酸背痛的，但凡有一天不和他过夫妻生活，就怀疑我有外遇，我能不生气吗？生气的结果是，罗一凯烦躁地甩出一句话来：不行，我们就离婚吧。本来是一句气话，却把曾娟气得嚎啕大哭，她不顾一切地和丈夫厮打起来。这时候，作为母亲，汪春莲当然看不惯儿媳，觉得这个儿媳太霸道，天天在家玩着，还有脸在辛苦挣钱养家的儿子面前耍泼。汪春莲替儿子教育儿媳：你是怎么当妻子的？怎么这么不心疼自己的男人？曾娟越发感到憋屈，转而向婆婆争吵：都怪你，你来了他就变了，你还是回乡下去吧。罗一凯是个孝子，怎么允许妻子当着自己的面辱骂母亲？他用更加强硬的态度逼迫妻子马上闭嘴。曾娟以一敌二，一败涂地，委屈得泪流满面。这事发生后，曾娟就真真切切地恨上了婆婆。偏巧这时，曾娟发现自己例假迟迟未到，悄悄买了测孕试纸一试，结果证实自己怀孕了。让曾娟难过的是，作为枕边人的丈夫居然没有留意到她缺席的例假，没有发现自己已经怀上了第二个孩子。而作为一心想抱第二个孙子的婆婆，竟也没有关心询问一下。不仅如此，婆婆和丈夫依然会时不时地和她吵架，她感到太伤心了。被伤心蒙蔽了心智的小媳妇再次把愤怒的目光瞄准了婆婆，她想用个法子让老人回乡下老家。2015年7月初，曾娟在看电视时偶然看到一条有人服用百草枯半个月后死亡的新闻，她计上心来，悄悄在农药店买了一瓶百草枯，伺机下手。机会终于来了。就在案发前几天，汪春莲感冒了，很严重。平时一生病就喜欢吃中药的她，于2015年7月12日在一家中医诊所诊断，开了2服中药带回家。一直在寻找机会下手的曾娟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，她殷勤地为婆婆煎好了药，还给婆婆盛了一碗药汤，然后她拿出液态百草枯往碗里倒。尽管早有心理准备，但她依然紧张的全身发抖。案发后，曾娟说：我并没有要置婆婆死地的想法，以为只要将百草枯药量控制得当，就可以让婆婆只是难受一阵，然后我再以此为借口让她回家休养。我只想将婆婆赶回老家，让我和我老公像过去那样平静快乐的生活。可是，也许是因为太紧张，曾娟在往婆婆的药汤里下毒时，发现量比自己预期的要多，便想把药水倒进厕所一冲了之。不想当她端着药碗走出厨房，却被在客厅里看电视的婆婆一手接了过去。曾娟一时找不到理由，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婆婆将药汤一饮而尽。大约5分钟后，汪春莲出现腹痛、呕吐、失声等症状，曾娟感到害怕不已，再三犹豫后，还是打了电话给罗一凯，让丈夫马上回来。罗一凯赶回家后，见母亲只能张嘴不能说话，便问妻子是什么原因。曾娟本有机会减轻自己的罪过，可惜她没有说实话，而是对丈夫说：妈，刚才喝了一碗中药，可能是药物过敏吧。罗一凯断不会想到妻子会毒杀母亲，便将母亲送到附近的富顺医院。他告诉医生，母亲最近患上了重感冒，吃西药的同时也在喝中药。面对医生的询问，曾娟依然没能说出实情。谁也没有往更坏的方面想，医生也只是按感冒症状来进行治疗。汪春莲的情况在不断恶化，罗一凯的大哥大嫂闻讯立即赶到医院。大嫂发现情况似乎很严重，案发后她向记者诉说了当时的情况。
我婆婆在医院一直吐到第二天早上5点多才勉强停止。第二天她的口腔里就长满了泡，到了第3天舌头也开始起泡，而且舌头表皮开始脱落，越来越严重，喝水都疼得不断呻吟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家人还是以为汪春莲只是因为感冒后胡乱吃药引起的副作用，医生倒也是怀疑过中药的问题，还让罗一凯回家拿来了药单，发现并没有问题。由于病情得不到缓解，医生只好安排住院观察。然而情况却越来越严重，汪春莲不仅口舌溃烂，而且到第7天，肺部也出现了大面积纤维化症状。在医生的催促下，家人赶紧把汪春莲转到位于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。转院的第2天，检查结果出来，医生在汪春莲的血液里发现含有百草枯的成分，这是一种广泛使用于农业的除草剂，对人体毒性极大，致死率高，而且没有特效解毒剂。中毒患者早期多死于脏器衰竭，市场上没有百草枯的解药。主治医生告诉罗一凯，由于汪春莲服毒的最初几天被忽视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，为后面的治疗带来很大难度，治愈希望已经非常渺茫。这个结果让罗家人大为震惊，老人竟然服下了毒药。母亲一向好好的，最近情绪正常，怎么会突然服下百草枯？直到这时，罗一凯依然没有往妻子身上怀疑。与此同时，在汪春莲中毒不能说话的这10多天的时间里，留在家中独自带洛洛的曾娟也度日如年。她的内心陷入到究竟是说出实情还是继续隐藏下去的极度纠结之中。每天晚上我都在想这个问题，说还是不说？考虑到丈夫家的全部亲戚都晓得这件事，我要是在这个时候说了实情，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故意要杀婆婆的，会要了我的命。所以我很害怕，不敢说，就这么一拖再拖，我每天都是在泪水中度过的。在华西医院治疗了3天后，汪春莲竟然奇迹般的能开口说话了，矛头直指儿媳曾娟。中药是曾娟在厨房里熬的，熬好后也是她将药汤倒在碗里拿给我喝的。她还说，妈你喝吧，这个药喝下去嘴巴是苦的，喉咙也会很难受，但是没关系，过阵子就会好。喝下去之后，我难受得不得了，汗水就把我的衣服都湿透了。她又说，出一身臭汗，病就会好得快。罗一凯被母亲的话震惊了，联想到母亲来后，婆媳关系就很紧张，他怀疑是妻子在药里下毒，想害死母亲。他赶紧回自贡报了警。根据罗一凯提供的情况，自贡市公安局认定曾娟有重大作案嫌疑，将她带走调查。面对警方的讯问，曾娟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，她哭着承认了自己在婆婆中药里下毒的事实。汪春莲的开口说话，或许只是上苍要她说出秘密，而医生已回天乏术。2015年8月10日，汪春莲因心肺、肾脏等器官持续衰竭，失去了继续治疗的意义。在医生的劝说下，罗一凯将母亲接回老家，这意味着母亲已成为了一个慢慢等死的人。一回家，罗一凯就听到一个无比震惊的消息，涉嫌故意杀人罪的曾娟居然在被刑拘后的第2天就被放了出来，回到了娘家。罗一凯到公安局了解情况，竟然得到了一个他更加意外的答案：曾娟已经怀孕1个多月了。警方尽管认定她有重大作案嫌疑，但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，犯罪嫌疑人怀孕或在哺乳期内可取保候审。为此，警方只能暂时将她释放。
世事怎会如此残酷？结发妻子怀上了罗一凯的骨肉，然而他是毒杀母亲的凶手。妻子怀孕，他一无所知，然而他毒杀母亲却是板上钉钉。他是儿子，他是丈夫，他该如何面对？后来面对记者的采访，罗一凯承认，我的确对妻子关心不够，曾娟有啥不满可以冲我来，干嘛要下毒害无辜的母亲呢？杀母之仇不共戴天，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站在母亲这边。义愤填膺的罗一凯带着哥嫂赶往岳母家，因为太痛苦，他连殴打曾娟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一遍遍质问曾娟，你为什么这么狠心？我妈就要走了，得死个明白。曾娟无法回答，她默默地流泪，等眼泪流干，她开口说道，我给妈下毒都是因为我在这个家实在太受气了，你们都不关心我，连我怀孕了都不知道，还要和我离婚。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家连保姆都不如。你不在的时候，妈经常说我，说隔壁家的那个媳妇多能干，小孩从生下来就是自己带，对老公还体贴。曾娟的话让罗一凯感到痛不欲生，在妻子眼里，一切都是母亲的错，可是他不知道，母亲对外人总说他这个儿媳还不错，宁肯自己抽空出去做钟点工，也要让他在家做全职太太。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悲剧？母亲没有错，妻子也称自己没有错，那是谁错了？我错了吗？我为了这个家含辛茹苦的挣钱，我何错之有啊？在罗一凯训斥妻子的同时，他的哥嫂也和曾娟的父母激烈交锋，指责他们没有把女儿教育好。但是曾娟的父母也有话要说，这事儿不是发生在我家里，我们做父母的有什么错呀？这事发生在婆家，我女儿要不是在婆家受了天大的屈辱，至于干出这档子事儿来吗？话不投机，双方动起了手脚。罗一凯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只得拉着哥哥嫂子离开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妻子毒杀母亲，天理难容，绝不能饶恕。罗一凯离开前，以不容商量的语气告诉曾娟，我和你过不到一块儿去了，你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能要，你不配再做母亲，你赶紧去把孩子打掉，然后我们去离婚。曾娟一听就向丈夫跪下了，她哭着向罗一凯忏悔，我求求你别让我去打掉这个孩子，这孩子毕竟也是你亲生骨肉，你能不能够看到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饶过我，让我将这个孩子生下来。孩子现在是我的保护神，没了这个孩子，我会马上蹲牢房的。曾娟的话无异于火上浇油，她让罗一凯和哥嫂似乎看到了曾娟更为丑恶的一面。原来你就是依仗着怀了孩子，觉得可以钻法律的空子，才有恃无恐的下毒的吧？这孩子绝对不能要，你必须马上去坐牢。回到家里，罗一凯更加心痛，母亲躺在椅子上，仅仅靠吸氧延续着生命。他陪在母亲身边，看着她在死亡线上挣扎，心如刀绞。2015年8月29日，汪春莲进入弥留之际，她努力张着嘴，似乎有话要说。罗一凯赶紧拿来纸笔，只见母亲用尽全身力气，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个字：我不甘心，判曾娟死刑。可怜的老人已清楚自己气数已绝，临终前也要儿子替自己报仇申冤。这天，汪春莲因为身体脏器衰竭，含恨离世。所有人都知道她死不瞑目，留下的是一家人的痛苦和对曾娟的仇恨。可问题是，腹中胎儿成了曾娟保命的挡箭牌，如何处理胎儿成了最棘手的难题。在给汪春莲办丧事期间，亲友们就此事大费口舌。大家一致认为，这个孩子不能生下来，因为孩子的母亲太没有人性，生下孩子只会让孩子一辈子背负骂名。含泪送走了母亲，
罗一凯不敢忘记母亲临终前的遗愿，他将母亲的那纸遗书带在身上，目的是为了让他时刻提醒着自己，绝对不能心软，一定要将妻子绳之以法，不然母亲九泉之下不能安宁。让罗一凯难过的是，替母报仇的难度超过了他的预想。他咨询了律师，被告知他眼下甚至连跟仇人曾娟离婚都不行，因为法律有规定，在妻子怀孕期间，丈夫不能以任何理由提出离婚。也就是说，曾娟腹中的胎儿俨然成了战争的砝码，能不能拿掉胎儿，直接决定着事态往哪方向倾斜。曾娟一直躲在娘家，她肚里的胎儿已快3个月了，出现了强烈的妊娠反应。她吐得稀里哗啦，有时连黄疸汁儿都吐了出来。抚摸着肚子里的小生命，她内心陷入挣扎。一方面出于保命，想生下孩子，尽可能地拖缓自己坐牢的时间；另一方面，她也不是不清楚自己的双手沾满罪恶，也不配当一个妈妈。这个孩子生与不生，她都注定是个罪人。无需法律的制裁，这个女人已经提前受到道德的审判。2015年9月11日，经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鉴定，汪春莲的死亡原因符合百草枯中毒致弥漫性肺纤维化死亡。10月26日，曾娟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自贡市抚顺县检察院批准逮捕。但是检方同样考虑到其怀有身孕，按照相关法律规定，对她采取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。目前她依然住在娘家。